是什么高啊？仅仅在1个月前，武汉人从没有想过生离死别会来得这样仓促而潦草。我也在发烧啊！我也在发烧啊！当初说封一座城救一国人，500万人逃了，余下900万人留在城里，被政府强制舍身取义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高度评价说，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，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，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。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，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。但封城之后呢？官方先是规定，患者要通过社区化管理就诊，轻症回家自我隔离，重症由居委会安排救护车送往指定医院。1100万常住人口的武汉，约有1000个居委会，而这种跟时间赛跑的病情根本等不起，一些病患被迫自己求医。医院人满为患。1月25日，武汉收治疑似和确诊病例的床位有4000余张。1月30日，又征用了6000余张床位，而这时感染者估计已有10倍之多。无法诊断和收治的感染者被拒之门外，有的致死都不能获得治疗，甚至是确诊。而所谓的家居留观，成为病毒在家庭聚集型蔓延的温床。社交媒体上传出大量求助，很多都是一家几口全部感染，却求医无门。让我妈妈一个人在医院也很担心，是希望能够有医院，给我们做试剂检测，能够把我们2个人的病情确诊。去了发热门诊，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理你，你排队排几个小时，本来没有病的，进去的交叉感染了。面对大灾难，一个生病或者去世的人往往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而很多人却连个数字都做不成。在确诊病例已达到28000多例的2月6日，武汉政府后知后觉地宣布打响抗疫攻坚战，分3级隔离。重症呢送定点医院治疗，轻症呢送指定医院。2个神山医院隔离治疗重症，方舱医院隔离治疗轻症，酒店党校隔离密切接触人群，强制收治所有确诊的居家隔离病人。武汉市有可能会被清管了，雷神山、火神山盖好了，完全不够，现在又在增加3个地点：武汉中心、武汉客厅，还有一个神山体育场。可是，从红山体育馆传来的消息显示，这个所谓的方舱医院床位相隔2尺，病人之间几乎零隔离，缺医少药，没有暖气，食物有限，更像是隔离病人的集中营，而不是医院。但大批解放军进驻新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和方舱医院，部分属于解放军的防化部队。部队进来了，就是生化部队进来了。部队它的目的不是治病的啊。这个就是把一些感染的人数集中管理。在这场武汉保卫战中，医护人员被推到第一线，后勤保障却一塌糊涂。多家医院传出医疗物资严重紧缺，还没有开始干活，他就已经破了。我们妹妹常常累都要累死了，天天上班，一天休息都没有。我受不了！反正政府让我们开始治，根本什么物资都没有。整个人的心里都快崩溃了，千万不要等到要相信政府，我觉得全部都得要靠自己。1月30日，主战场协和医院弹尽粮绝，上网求助，防护设备不是告急，是没有了。2月1日，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也直接向社会求物资。2月6日，方舱医院也伸手向社会各界要物资了。2月10日，湖北卫健委说，武汉全县医护人员物资紧缺，公布各大医院捐赠需求和通道。这个制造业第一大国，为什么武汉医生连口罩都没有？年生产各类的口罩是108亿只，口误是18亿只，108万只，不是亿，它是万。火葬场也在告急。
为什么武汉所有相关的行业都需要向社会求助呢？老百姓平时交的税呢？这几年，中央政府不断地强化物资局和供销社，高度重视应急储备，而真正大难临头却这般的短缺，究竟是多难兴邦，还是多难穿帮？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，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捐。今天我们是第2天，又抢了一些那个物资，准备发往中国。政府要求所有物资必须通过红十字会，可是物资都到哪里去了？全部都是口罩，有好多呢。你是哪的呀？怎么了？我看你领了一箱这个 3M 的这个口罩。什么呀？您是哪个单位的呀？有没事情？我看您这个车上拉了一箱这个从这个红会这个仓库里领的这个 3M 的口罩。那就不知道了，他说是跟他们领导配的吧？哦，政府的人是人，我们老百姓就不是人啊。我们买是有上面文件的。市场监督管理。打了12345举报。举报没用的呀，他说他有文件的，你说搞笑不啦？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。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。武汉8君子之一，最先预报疫情的医生李文亮，在被训诫33天之后，被肺炎夺去了生命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但人们不敢相信，在经历了2003年惨痛的非典教训之后，政府仍然无法直视真相，去打压说出真相的人，直至病毒感染全球，谁该为此负责？那作为地方政府，我只获得这个授权以后，我才能披露。对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呢，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习近平还真没有受蒙蔽。自从SARS事件之后，国家出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，临床医生一旦发现疫情，就立刻直接报告中央，地方官员和地方卫生专家都没有对中央瞒报的能力。但是病毒的抗战本质是速度的比拼，当病毒已经分布式传染给每一个有可能接触的人，而中国的官员还在用中心化的习惯去调度和分配一切资源。去年12月底以来，习近平上任7年，在王沪宁力主的党领导一切的倒退口号下，地方政府失去起码的自治角色和自主能力，发生任何事都要坐等中央决策，坐等习近平定于一尊，一来一去的坐等，错过应对危机的黄金时机。总书记好。满院子的人在医院里面，没有病床，没有医药 ，CCTV 讲的那个新闻全部都是假的。有那么多钱，你挣再多钱，你也只能算个奴才。就像那个台湾人说的，你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，真的比鬼还惨。大难临头，政府让人失望透顶。所谓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呢？长期受官方中国速度以及弯道超车教育的中国年轻一代，深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。这次武汉疫情可是梦醒时分呢。